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写视频日记吧。我不知道 journal entries 应该用中文具体怎么表达，但是应该就是写日记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更新了，因为我对于这个频道，我之后该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苦思冥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特别容易陷入某些情绪，就是陷入一个自己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之后无法挣脱出来的一个人。比如说我的 YouTube channel 现在我就会想很多，就比如说没有人看，我就会想哦，那我现在做的内容大家都不喜欢看，那么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别人就会喜欢看了呢？我就会想一些这些，然后我越想这些，我就会越生产不出来任何内容，因为我怕我生产出来任何内容之后还是一样，大家不会有人看，一样会陷入这种情况，我就会更害怕。就是一个会想很多，然后但是做的少的人，想的多做的少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我以前真的是，我可能是想10件事做0件事，但是现在我可能是想10件事我会做5件事。在变好的迹象中。我看了我以前的日记，我之前在一个公司里面实习，然后当时那个公司的老板就是没有看出来我有什么特别擅长的地方，所以他也不知道把我安排到哪个岗位比较好，然后我就在这个公司里面轮岗了很多职位，我当过很多很多就是职位，然后到最后，等我就是到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他还是，就是我还是没有在这个公司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我并且擅长的职位，所以我其实当时在这个公司我待的也挺难受的，因为我就像一个。我就像一个就是那种狗皮膏药一样，甩也甩不掉。但是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就是他，因为这个公司是我妈妈的朋友开的公司，所以我进去算是一个走后门吧，就算是一个友情支持，真的是人情哈，人情世故这样进去的，所以人家也不好意思，就是把我给辞了，但是我其实在这个公司里面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我当时其实每天待着都很郁闷，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我其实没有特别合适我的职位，但是我还每天就是那么干着。直到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想，是真的因为我一文不值吗？真的因为我什么都不擅长，我什么都干不好，还是因为只是这个公司里面目前为止没有说我特别合适的职位和特别适合我擅长的东西可以干，我就觉得，不可能是第一种吧，就是人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一点擅长的东西呢？然后我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就来到了这个新城市，然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那个工作我就觉得，我是有正反馈和成就感的，因为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嗯，我擅长的东西是真正的被大家认可了的，他是真正他们需要，他们觉得哦，你真的做的还不错哦，这方面哦，还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人，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方面，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当时的我并不是就是并不是什么。
一无是处，只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环境它不是我正确的环境，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它不适合我，所以才造成了那样子的情况，而不是说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用的。所以环境真的很重要，everybody，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坚信的一点。人是环境的产物，你在一个地方和在另一个地方是真的是两码事儿，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你在一个滋养你的地方和在一个对你有毒的地方来说，你真的完完全全就可以成长成两个不一样的自己。我其实之前是一个自尊心非常非常低的人，我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然后也有我自身性格的原因吧，就养成了一个非常自尊心非常低，然后很敏感，很就是很自卑的一个人。这几年我慢慢的变化了一些吧，就自信心上面稍微好了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想到，如果之后的自己去看现在自己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因为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了障碍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你做了之后，你就会对它祛魅了，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但是你自己给自己前面设了一道坎儿，你就永远迈不过去这道坎儿，那其实真的很可惜。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然后我就会有些事情就勇敢去尝试，尝试之后发现，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哎，我自己一方面是提高了。再一方面就是我发现，哎，这些事情我之前觉得它肯定很难，但是做了之后发现也就是那样儿。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自己给自己心里设障碍，真的，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要做好一件事情也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人这一辈子就只能选一个，或者是到两个，就是不能选很多这种东西去坚持做呢？为什么人就不能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选好几个东西，样样精通，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来学好一件事情，精通一件事情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你需要一辈子的耕耘，去在一个方面，你才能去做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级别，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再说到这个人真的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在来这个新城市之前，我就跟我妈谈过，我说我想去一个新的城市，我不想待在老家了。然后她就说，她就对我就是能自己找到工作表示了深刻的怀疑。他说你之前的工作都是靠我这边的关系给你找的，我就不认为你去到一个新城市，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能自己找到一份工作。他就觉得不可能，No impossible。但是我就觉得挺搞笑的，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母亲，她不愿意去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去做到某些事情。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就是内心里面是一个非常自卑的自卑来源。但是我现在长大了，因为我看清了很多就是父母他的认知的局限面，所以我对他说的话我也没有太大的
往心里去，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方方面面都答对的很好，所以我就来了，然后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其实现在算是一个又好又坏的人生节点。好的方面就是我终于开始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就是真正的是属于自己的一些小事业，比如说我开创了这个频道，然后我可以在这个频道上面发一些自己真正就是相信的事情，自己真正想要说自己能够表达自我的一些事情，然后还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记录自己的成长。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开通了一个不是开通，我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宠物饰品的小店。我目前还没有准备把它打造成一个品牌，因为毕竟前期的一些各方面都有限，所以目前还是一个小店儿。现在是在小红书和抖音上面都有发布产品，但是因为刚刚开始嘛，所以我们的产品还比较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链接发在底下的介绍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想一直好好做下去的，因为这个真的宠物行业一直是我非常想要进入的行业，但是奈何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契机可以进去，所以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自己给自己找一份这方面的工作呢？是吧？别人不让你进去，那你就自己把自己送进去呗。我就想了一个这么个办法，但是希望这个以后我可以坚持做下去，并且把它做得越来越好，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们能支持我。我希望我可以做出来让大家信任的，让大家喜欢的，让大家认可的产品。当然我以后也想借助这个起点吧，以后发展的更加的壮大，去生出各种各样的枝节。这就是我的想法，哈哈。然后第三个是，虽然我现在没有工作，但是也没有收入，但是我起码现在有一个地方住，我还有钱可以买吃的，还不至于饿着自己。然后，我还有很多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每天我们会聊天啊，我们会互相问候，然后有时候还会约出来玩什么的。这真的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我的朋友友情方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觉得很幸运的一个方面。我真的是有几个非常不错的朋友，就是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坏处的话就是，我的 YouTube 和我的宠物视频 Line 现在是刚刚开始发展，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需要长期积累的东西，不可能说是一蹴而就，一上来就怎么样，不可能。所以，我现在面临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起码满足自己的温饱，我可以有一份收入去支持自己租现在的房子，然后让自己起码能够支撑了每个月的花销。这个是目前比较让我焦虑的一点，也是我必须要赶快解决掉的一点。对，我的人生现在估计就只有这一个是比较坏的一方面吧，比较让人压力大、焦虑的一方面，其他方面我都觉得非常好。家人和我身体都健康，然后
起码我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关于经济方面，或者是健康方面，或者是什么各种方面的压力啊、问题啊什么的。现在可能我算是一个挺幸运的人了吧，现在只需要把自己的收入方面解决一下，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让我可担心的事情了。然后我还能每天去健身房，我还有健身房可以去。其实我就是想上来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因为最近都没有剖新的视频，然后短视频倒是更了几个吧，但是我发现短视频的观看群众和长视频好像又不太一样，就是他们好像不看你的长视频，然后长视频的viewers 不看你的短视频。就是他们两个好像就是两个不同 channel 上面的人一样。我短视频上面其实收获了一些粉丝，但是我其实在这个 channel 上面，我更长期的想要是做长视频，想要真正的输出一些对于大家或者对于我来说都更加有意义的东西。所以短视频的话，也就是我平常图个乐子，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瞬间。就比如说我去健身房，我就会稍稍录几段，然后剪出来，或者是平常出门打扮的时候，我就喜欢录一下，然后去给大家看一下我用什么化妆品。然后怎么个化妆打扮，出门之前准备，然后就为了给大家图个新鲜嘛。但其实我真正想做的还是长视频这块儿，想要把内容真正做好，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好的一个目标吧。我今年马上要27岁了，其实27岁真的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年龄的，尤其是现在。小孩们其实都偏向于晚成熟化，就是以前的人都觉得27岁那就已经是成家立业，孩子都好几个了，然后生活都趋于稳定了。但是现在的人的话，就是27岁你可能都没有一份稳定的事业，就更别说什么谈婚论嫁生子儿，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人都是普遍趋于晚熟了。所以27岁，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龄的，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我在一步步的，还是在努力的去尝试。我觉得人生，人家都说人生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晚，我不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观点，我不认同，但是我也不反对。我觉得这个玩意儿真的是人可能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到后面就没有那个信心开始了，或者是有很多因素在羁绊着他，他就没有办法开始了，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想趁自己还没有很多因素去作为绊脚石之前，我很想给自己传一个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未来吧。我是这么努力去做的，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虽然是一个挺佛系的人，但是我也是我想要有更好的生活，也有更高的追求我也想要看到一个崭新的自己，我也想要有不同的，想要有更高的突破，这是我非常坚信自己身上有的特质吧。就是一个佛系中带着进取心的人，哈哈。拍之前有挺多想说的事儿，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在见一个人之前有很多想跟他说的事儿，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就都忘了，这想说的事儿就都忘了，一见面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后见了面，然
然后分开了之后，哎呀，突然就又想起来了那些想说的话。我看来我以后录视频，我得把这要说的话都写下来。但是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之后会继续产出，视频的，会给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内容。这也是我今年一个比较确凿的目标。然后，我现在生活里面其实有更多的支撑点了，就是人不是就说，人的支撑点越多，他的生活就很难瓦解，很难崩溃嘛。我觉得，今年是我比较想尝试去相信这句话的一年。我想要给自己更多的立足点，让自己一个比较容易崩溃的人，以后难崩溃一点吧。以后少崩溃一点。也希望大家能跟我多交流，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多交流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遇到的一些困扰呀、麻烦事儿什么的。因为尤其是现在，其实有时候人遇到的事儿哈都挺相似的。我有时候遇到事儿，我就觉得，哎呀，这我遇见这事儿，那我肯定是独一例，我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事儿。但是其实你遇见的大部分的事情，在之前大家都遇到过。你完全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有时候你就会获得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讯息什么的。如果真的碰到，哦哟，就是你独一份儿的那种情况，哎，那你说不定就可以开凿一个先河，然后之后人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会来问你。哎呀，挺好的，挺好的，生活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也该睡觉了，现在都2点多了。Good night, everyone. Bye.